濕疹係相當常見嘅皮膚病，發咗起嚟又痛又痕。今集訪問對象余小姐就試過濕疹大爆發，面頰呢個兩個位咧流膿啦、流血啦，同埋佢係甩晒皮啦。睇西醫搽類固醇藥，又削弱咗身體對抗濕疹嘅能力。你搽一兩個禮拜，腎上腺嗰個皮質佢就會萎縮咗，於是之後就大爆發。實測過唔同方法，原來依樣活動對濕疹好有幫助。親身感受到咧，原來海水都會對啲皮膚有好嘅影響嘅。今集醫檔案同你睇下醫段歷時3年嘅濕疹經歷，點樣透過中醫穩定病情，戒甩類固醇，真正終結濕疹。咁你嗰陣時濕疹嘅情況到底有幾嚴重嘅咧？成塊面腫晒啦，尤其是面頰呢個兩個位咧，佢係會發晒炎嘅，直頭係會流膿啦、流血啦，同埋佢係甩晒皮啦，基本上係唔可以見人咁樣。咁喺我哋臨床上面咧，呢一種都算係急性濕疹性皮炎。當時咧，其實連頸嗰度都有少少蔓延開去，佢算中等嚴重嘅程度。咁最嚴重嗰啲係見過全身都爛晒咁樣嗰啲嚟。嗰陣時咧，濕疹對於你嗰個困擾程度有幾大嘅？一方面就係你儀容上已經係你覺得自己唔見得人啦，咁但係戴個口罩遮住佢，你都明焗住佢，亦都會有反效果啦。基本上每一個人同你接觸咧，佢都會好注意你嗰個問題啦，甚至乎可能佢哋出於關心去問你，但係其實佢哋越問你嘅時候，你就會越傷心咯。因為塊面夜晚係會好興好痕啦，咁你慢慢咁樣去好痕而去拗佢，又拗醒咗，然後你又感覺到佢可能有啲滲液啊、濕立立咁，其實成晚都反覆瞓得唔好啦。咁你嗰陣時有冇話試過啲咩方法去幫你處理個濕疹問題？一定係跑去睇西醫啦，因為西醫佢會俾啲類固醇藥啦，同埋類固醇藥膏，咁的而且確咧係好快係可以令到佢好似醫翻咁，係啊，撳住咗咁樣。咁但係可能嗰個西藥嘅藥性咧，佢始終都係維持得好短暫啦。可能每到3-4個禮拜開始咧，又會發現自己塊面又差翻啦，然後又會進入一個好似惡性循環咁。但係其實大部分嘅即係西醫嘅皮膚科專科咧，佢哋都係差唔多板斧啊，其實都係類固醇藥同埋類固醇藥膏咁樣咯。嗱，其實點解濕疹會反覆咧？咁佢其實同我哋腎上腺皮質嘅功能有啲關係嘅。咁因為你要知道咧，腎上腺皮質佢本身係分泌一個我哋叫糖皮質激素嘅物體，咁佢就係本身就有一個抗炎同埋抗過敏嘅作用。咁好多時候就係病人佢本身腎上腺皮質產生唔到足夠嘅糖皮質激素，咁令到佢個過敏同埋發炎嘅反應一直即係起起跌跌啊，令到佢一路都好唔到咁樣咯。本身西醫佢用嘅類固醇都係糖皮質激素嚟嘅，只不過佢用外來嘅一個來源去提供俾你。咁你本身你搽落去一啲皮膚嘅一啲皮損位置啊，咁你人體會吸收咗嗰啲糖皮質激素，咁於是你大腦就 check 到你呢排嗰個糖皮質好高喎，咁我唔使做咁多咯喎。於是佢就壓抑咗你嗰個腎上腺皮質去釋放一個糖皮質激素嘅功能。咁長此以往，可能你搽一兩個禮拜，佢之後佢嗰個糖皮質激素嘅腎上腺嗰個皮質佢就會萎縮咗。咁當你嗰個外來嘅一個藥膏類固醇藥膏唔搽之後啦，唔用嗰陣時候啦，咁你身體裡面又一下子產生唔到足夠嘅類固醇或者糖皮質激素俾你，變相就係你成個人抗炎同埋抗過敏嘅反應非常之差，於是之後就大爆發。所以難怪啲人就話停用咗一啲西醫嘅類固醇藥膏之後又再爆，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啦。類固醇咧係當你發作得好嚴重嘅時候咧，你冇辦法避免，你係一定要用嘅，因為你再唔用落去，可能你塊面會爛得好犀利啊！你根本維持唔到正常生活啦，你就係好痛楚咁樣去度過啦。咁因為我哋要返工，我哋唔能夠由得佢天然由得佢好返啦，由得佢發啦流血啦咁。不過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就係，
我覺得用類固醇咧，佢都有一啲嘅副作用，包括就係個皮膚係會變薄咗嘅，可能你對外來物受到嘅刺激就會變得更加敏感。但係我好明白有陣時發作起上嚟嘅時候，你冇辦法嘅，係啊，甚至乎我聽到有啲朋友講佢哋係會打類固醇針添，即係好嚴重嘅時候。我自己個人感受就係希望會用啲天然啲嘅方法就可以幫到自己，亦都係一個長遠嘅方法咯。我嗰陣時就係利用中藥去進行一個治療，咁主要嘅方向咧就係令到佢減低佢過敏反應啦，跟住之後同佢消炎啦，同埋令到佢一啲滲出性嘅情況可以改善到。咁同埋去到後期嗰陣時候會同佢做一啲保濕啊，同埋去增加佢皮膚鎖水能力嘅一啲方法。咁第一就係有啲中藥咧，其實係可以直接代替西醫嗰套類固醇嘅作用。你變相就喺身體裏面有一啲補充嘅糖皮質激素係攝取到。中藥會可以令到你身體嘅一個腎上腺皮質佢增強翻佢功能，令到佢釋放翻更加完整、更加多嘅一個我哋叫糖皮質激素。第三個就係佢會令到你嗰個糖皮質激素嘅受體，即係佢嗰個鎖匙窿。你當呢個糖皮質激素係條鎖匙，咁佢個鎖匙窿咧，佢唔會懶得咁多，佢會調節翻佢個鎖匙窿嗰個功能，咁令到佢嗰個糖皮質激素嗰個功能可以令到佢即係表達得更係啦，保持翻活躍。咁第四個會令到你血裡面嘅糖皮質激素可以留得耐啲，令到你身體裡面嘅糖皮質激素可以充分發揮佢本身應該有嘅作用，就係抗炎同埋抗過敏嘅作用。咁呢個就即係西藥佢就做唔到呢種功能，咁同埋佢本身有副作用，係啦。咁呢個就我覺得就差少少咯，因為對於即係濕疹患者嚟講，其實少少副作用其實佢哋都好難受㗎。加以呢個外敷一個我哋中藥嘅一個軟膏，係啦，佢本身係冇西藥成分，全部都係中藥嚟嘅，咁就愛嚟同佢消炎。外來嘅藥物直接同佢消喺呢個皮損部位嘅炎症，咁就比較針對啲。咁同埋中間佢有一段情況，即係有一段時間係比較嚴重嘅。嗰段時間我有同佢做過放血。咁放血本身就係將血液裡面嘅一啲發炎物質同佢放翻走出嚟。咁佢就即係炎症反應會冇咁重，即係至起碼冇咁腫冇咁痕。咁可能係嗰一晚嘅夜晚瞓覺就會相對塊面冇咁腫脹啦，啲血液可能會循環會好啲啊，令到佢唔好谷晒上去個頭部，咁起碼個感覺都會舒緩一啲先咯。一路見到佢皮膚係即係冇變壞過，一路向好嘅方面發展，去到最後可能佢去做運動、去游水，即係去泳池游水嗰啲都唔會話皮膚有啲咩太大反應，咁我就知可能呢個方向係的確係有用。我已經有個幾月冇再嚟覆診嘅，咁因為都覺得個皮膚狀態都維持穩定啦。即係雖然我唔夠膽講話斷尾或者係好好嘅狀態，但係我有時都覺得即係食藥嘅嘢有需要先食啦，就唔係話好似當食飯咁食嘅。咁所以我呢個零月都冇再嚟覆診啦。咁呢一次係你第一次患上濕疹嘅？係啊，係我以前細個由細到大都冇濕疹嘅，即係可能青春期嘅時候會有暗瘡啦。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，因為我仲要係成家人都係冇濕疹呢個問題，可能都係同當時嘅壓力有關。呢個咧就同我哋一個叫應激反應嘅情況有關，包括你心理上啦、社會啦，或者係一啲肉體上嘅發炎啊等等嘅刺激，令到你身體要作出一個應激反應，你個大腦就會分泌一啲物質，去令到你身體分泌大量嘅激素，去抵抗呢啲外來嘅刺激。譬如你可能嗰排心情好差，壓力好大，咁就令到你成個身體嘅機能全部都即係嗰啲激素一下子爆發晒出嚟。即係可能一次兩次咁就冇乜所謂，但係你持久落去都係咁樣講，令到你成個人嘅身體對於嗰種糖皮質激素嘅敏感程度會好低。係啦，咁啊，從而就出現咗佢抗發炎同埋佢抗過敏嘅能力非常之低下。咁於是就再加上可能本身對於即係基因上對於一啲過敏嘅物質，佢比較過敏嘅，咁佢兩個加埋起上嚟，佢就會有一個濕疹嘅情況出現。大家只要注重翻自己腎上腺皮質嗰個功能咧，基本上一啲過敏性嘅疾病，包括係濕疹又好，
你過敏性鼻炎又好，你哮喘又好，其實佢都冇咁容易翻發嘅。咁點樣先可以保護我哋自己嘅腎上腺皮質咧？其實就係要減低外界對你嘅刺激，你自己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心理壓力啦，又或者係你自己飲食方面唔好食啲太刺激嘅嘢，就食得好辣啊，或者食得好重味啊咁樣，又或者中意飲濃茶咖啡呢啲咧，其實佢本身都會損傷我哋腎上腺皮質嗰個功能。當然，如果你有過敏性疾病嘅一個底喺裏面咧，就唔建議食啲容易發炎嘅嘢，包括就係嗰啲筍啊、鵝啊、教殼類嘅嘢啊，又或者係菇菌類啊，同埋一啲糯米啊呢啲高糖嘅食物，其實佢對身體發炎嘅情況都有影響嘅，佢會加重你發炎嘅情況。咁所以精製砂糖，特別係白砂糖，係啦，咁嗰啲食物包括係甜品啦，佢落好多白砂糖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飲品啦，呢啲都盡量唔好食咁多。我知道咧，你最近都去咗玩水喎，係咪？咁呢個濕疹會唔會對於玩水其實都有啲影響？我本身個人係好中意水上活動嘅，親身感受到咧，原來海水都會對啲皮膚有好嘅影響嘅。本身我哋講即係一個鹽水嘅療法啦，佢本身係其實喺歐美嘅國家係比較流行，患者去做一個鹽水浴或者海水浴，係啦，令到身體嘅皮膚去可以穩定翻啲咯。有好多講法嘅，有啲就話係同菌群嘅平衡有啲影響，有啲就係同你皮膚保濕嘅功能有啲影響。香港咁多海水，其實去玩下浸下海水都 OK， 但係要揀啲乾淨啲嘅地方先得咯。其實去睇醫生都係一種壓力嚟嘅，因為你求醫，你會對個醫生好大期望啦。但係當你去試嘅時候，其實你都係付出緊你嘅精神、時間、金錢噶嘛。其實呢啲都會構成額外嘅壓力俾自己。咁所以可以唔去覆診而個狀態維持得好咧，係自己係好開心嘅。但係何醫好後生喎，我其實通常好多人都會覺得啊，中醫一定要揾啲老啲先覺得有經驗噶嘛。年青都好多人係可以好有才幹噶嘛。咁因為我每一次嚟睇何醫咧，何醫都係好有心機去即係聽下個病人究竟佢面對緊啲乜嘢啦。濕疹呢個過程其實大家都唔覺得。咁你作為一個醫療從業嘅人員，你對自己要負責，你對病人你都要負責。去到最後見到阿余小姐個皮膚變得好，係真係發自內心地開心。咁最後多謝晒余小姐同埋何醫生咧，同我哋接受今日嘅採訪啦。如果你哋有咩問題咧，歡迎留言俾我哋。如果中意今日嘅影片，記得 share 俾啲朋友同埋訂閱健康嗎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